各位听我说，不要太激动，今天事情一定会圆满解决的。我们请来了京城著名的物权法律师，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朱晓和律师，来，有请。大家别着急，听我好好说一说哈，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你们华景小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是由华景公司出资取得的，华景公司是土地使用权人。根据物权法第142条的规定，华景小区建筑区划内规划的地上停车位应当归华景公司所有。激动没有用，吵吵也没有用，以法律为准绳。我有一点不太明白。你们凭什么要让业主购买停车位，否则就不允许大家停在这儿呢？是这样，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依法取得车位车库的权属登记后，可以向业主出售车位车库。对，我们这是有法可依的呀。那么，请问你们这个车位车库的权属登记是否取得了呢？我可以这样回答你：当年我们这个小区是验收合格的。而且你们现在享受的绿化面积是超出了原有规划的绿化面积，你们占了很多便宜。开发商建设小区，验收合格是你们开发商应尽的义务，而且绿化面积超过规划绿化面积，这跟停车位的归属权也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在小区前期开发的时候，我们是交了土地出让金的，这块地都是我们的。你们支付了土地出让金，成为建设使用权人，但是随着房屋的出售，这个土地使用权也应该随之转移，所以土地共有部分的使用权应该归业主共有。对，应该就归我们。请问您是业主吗？我不是。你不是业主，那你跟这起什么哄啊？我们这业主和物业之间在沟通。来，保安，他是我们请来的律师，他代表我们业主委员会。没错，我是你们业委会主任丽娜小姐请来的律师啊。你说这后着。而且我已经了解过了，你们这个停车位不能登记，所以你们也不能出售。是这样，今天我们谈不拢的话，就只好走诉讼程序了。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法律人，你应该清楚，如果走诉讼程序，你的客户除了浪费一大笔律师费之外，你们什么好处都得不到。走诉讼程序是我们的权利，当然，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你要提醒你的客户，有的诉讼完全就是浪费司法资源。好，没错，像你们这律师啊，在这地方讲道理都讲不通，那到了法庭啊，更没戏了。先生，有2杯咖啡。谢谢。丽娜，给你的。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喜欢喝这个口味啊？我最近擅长读心术。那你猜猜我现在想什么？不知道。你不是会读心术吗？我家最近换了好几台 DVD 机，人家告诉我，要买那种纠错功能最强大的，否则很多盘都读不出来的。你说我是盗版？我只是说我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的纠错功能。你记不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如果有一天你当了老大，提升你为首席鞭策师，我要进管委会？不可能。我是说，你连律师都不是。进律所管理委员会不需要必须是律师，这是我们全景的惯例。你可以打破这个惯例啊。我想接个电话。哟，你们一起来上班啊？我们俩在楼下碰到的。好巧，你们都喝咖啡Enjoy呢。口味一致。所以，你可以跟罗宾一起来上班吗？什么意思啊？我的秘书一般都要比我早到半小时。平时我也是早到的。那看来今天是个例外啊。今天是国际翻脸日，找翻脸叔叔啊。
您贵姓？怎么称呼？杨帆。稍等，我登记一下。请问您是找罗宾律师吗？请吧。怎么样，还满意吗？我有一个要求，你说。我只做骨干律师，不做高级合伙人，不进律所管委会。我只向你一个人汇报工作。你觉得我的要求是高还是低？我是觉得，这么一位连续5年入选亚太地区反垄断与竞争法业务的第1等领先律师，怎么会甘心来只做一个骨干律师呢？节省沟通成本。我跟其他高级合伙人沟通一下。你也可以跟他们说是客户的要求。客户？新客户吗？对。新客户在哪里？在你同意我的要求以后。我已经同意了。喂。好的，您到了打我电话。新客户一会儿就到。我知道你原本给自己制定了一个1到2年的休整期，但是你还是来了，所以说谢谢，谢谢你肯来帮我。别这么说，你也帮过我。那这么说，你是来还人情的。既然杨帆这么优秀，他为什么甘愿到我们律所来，只当一个骨干律师？人各有志，他不喜欢管别人，但也不喜欢被别人管。你是说他是一个独行侠喽？很多律所都在挖他，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只愿意在他服的人手下工作。答对了。这边。罗律，我们的新客户。罗大律师，你们认识？罗大律师谁不认识啊？曾经获得3所世界上著名法学院的学位，本科、硕士、博士，而且担任多家国际跨国企业的法律总监，多次荣获 ALB 法律总顾问荣誉。现在是全景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高级合伙人。于总，您是对我们罗宾律师做过背景调查吗？那不敢。请坐。再次介绍一下，我姓于，多余的余。请坐。于总，我希望你能够清楚，你们小区的车位的确是不能出售和售卖的。你说小区这么多车，你总不能让它乱停乱放吧？我们要管理，管理就得有人，有人你得给人发工资。我看过你们的合同，根据合同，你们小区的车位的确是不能出售和售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以收取停车费和管理费，这法律上是允许的。哦，你看，我就说，解铃必须还得系铃人。您不用有所顾虑的。没有顾虑，不是顾虑。那您那天为什么来律所跟我们投诉说您的父亲被保健品坑害了？对不起啊，主要是我们又不想多事儿，你就当我没说话。不是，您能告诉我您到底在担心什么吗？有钱难买我愿意。你说我父亲他乐意，他喜欢，他那么大岁数了，那由着他好了，对吧？什么叫孝顺？孝就是无为，顺就是顺从，所以孝顺的意思就是不要违背老人家的意愿，顺从他的心意。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
您明知道他受骗上当了，但是只要他愿意，您就无所谓，您就看着他被人骗、被人坑是吧？这边。谢谢罗大律师，谢谢。刘峰，我都知道，我都还没说。他是大客户，他说的有道理。你可能需要去做你秘书的工作。你知道我是对的。看到黛西了吗？没看见。那麻烦你削完铅笔之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他是我们的敌人，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他姓于，叫于多，是我们的客户。我鄙视你。笔试完了，麻烦你回到座位给我的助理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还没来。他说他今天会晚一点到。为什么呢？我没问。琳娜，我知道你生气了，知道你不开心，但是你看到了我这么多工作，我真的没有时间安慰你。不然你去多削2根铅笔。喂，李总，怎么了？你看一下微信业主群。好，我马上看。是你给他们出的主意吧？他们是我的客户，我是他们的法律顾问，这是我的工作。你昨天还代表我们业主委员会呢。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委托协议，我也没有收你们业委会1分钱。昨天我纯属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然后你就把拔出来的刀插我们身上。你冷静地想一下，其实我还是帮到了你们，至少让你们不必被强迫花几十万去购买车位。可是他们现在让我们交停车费、交管理费，这很公平啊。是不是谁给你钱多你就替谁说话？也不尽然。我们业委会准备起诉，我们准备聘用你，你要多少钱？丽娜，你应该知道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利益冲突。你也应该明白，我不可能代表你们做你们的诉讼律师。不好意思，我要接个电话。喂，廖主任，我方便，什么事您说。我们最好见一面吧。不要在律所。好，没问题，那一会儿见。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现在有时间回答你的问题。我现在没有问题了。你刚刚指责我说谁给我钱多，我就为谁工作。你是律师，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天经地义。我不应该要求你当圣母，是我的错。你的错不是在于你要求我做圣母，而是在于你要求我做圣母被我拒绝了以后，指责我不公平、缺乏正义。谁给你钱，你替谁工作，你还谈什么公平正义啊？当然要谈公平正义。你们把车停在人家小区，小区是不是要管理？管理是不是要收钱？
如果说任由你们随便停，1分钱也不出，那么这对物业公平吗？物业也是要给员工发薪水、发工资的。如果发不出薪水，物业垮了，你们业主的生活品质也会下降。难道说这就是你们要的公平正义吗？你昨天怎么不说？昨天我还不是他们的法律顾问。你出卖了我吗？并没有。我现在可以说服我的客户和你们业主委员会达成一个合理的管理费收取协议。我就是我们业委会主任，你们客户打算收我们多少钱管理费啊？你放心，按照物业法规，我会让物业出一个初步方案，会很合理的。要珍惜给你的敌人做律师的朋友。那我等你们的方案。正确。还有什么事儿吗？廖佳敏之所以找你，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你当老大了。你告诉他的？他问我，我想他早晚也得知道，我就没有瞒他。你什么时候告诉他的？就在你和杨帆跟我们那物业的于多打得火热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就已经跟于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所以你就拿我当敌人。丽娜，你知道吗？你这样做真的太不职业了。你是我的秘书，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我们曾经说好了，你答应过我，如果有一天你当老大，你就提拔我。你记住，我走马上任那天，我一定会专门为你设立一个职位，首席编此事。我不能一辈子坐在你办公室门口。这件事情我还需要跟何塞以及其他的合伙人商量。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们说？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何塞还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全景的实际控制人了吧？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他肯定不知道。他如果知道的话，肯定会冲到你面前跟你发一通无名火。他没那么幼稚。反正我还是觉得你应该亲口告诉他，如果他从别人那儿得知这件事的话，他会觉得你没有把他当朋友。可是我怎么跟他说呢？主动走进他的办公室跟他说：“嗨，何塞，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是主任了，以后你要听我的，你归我管。”随便你。